若美国和俄罗斯打起来了，北约14国上前帮阵，我们会袖手旁观吗？敢称霸全球的美国，二战结束后亲自下场打的战争就有几十场，借代理人的手参加的那就更多了。要是美国和俄罗斯正面交锋，又会出现什么样的结果呢？神秘无处不在，今天跟随神秘哥的步伐，一起揭开美俄打起来了会怎样的面纱，细数美国亲自下场的战争，不是在中东地区，就是狂走亚洲小国，比如阿富汗战争、科索沃战争、海湾战争以及朝鲜战争、越南战争。没看见美国主动和哪个大国正面交锋的，遇到了也快速隐身了，既不会惹得一身骚，又能站在国际的道德制高点进行指责，能刺激到老美主动下场的，都是直接侵犯到他的利益了。除非俄罗斯惹毛了美国，否则直接打起来还是有点难的，顶多是为了维持霸权利益，达到全面掌控欧洲的目的，多请几个代理人罢了。比如萨达姆时期的伊拉克成了中东地区的第一军事强国，实力仅次于中美俄。要不是萨达姆野心太大，想要吞并科威特，称霸中东，挑战美元霸权，控制住全球石油的命脉，美国也不会发动伊拉克战争。毕竟像叙利亚那样经济倒退100年只需要一个内战。如果俄罗斯和美国真打起来了咋办呢？这种假设性的事情一旦发生，就是大国之间的针锋相对，彼时必将引发世界性的灾难。且不说俄罗斯如今进退两难，能源的输出全靠我国，土耳其和印度经济上的挫败感让他们再一次有了危机意识。唯一能够支持俄罗斯在强国阵列的就是苏联沙皇炸弹、萨尔马特洲际导弹等能够威胁整个欧洲乃至美国的核武器了。可是从军费预算上来看，俄罗斯的经济本就是短板，每年610亿美元还不足美国7500亿美元的1/12。俄罗斯拿什么跟美国抗衡呢？再说军队规模，美国有将近48万人，俄罗斯只有30万人，可别小瞧了这10几万的差距。战斗机、轰炸机、运输机只有3500多架的俄罗斯也不占上风，美国那可是有13000多架呀。陆军和空军都不占优势，海军就更不要说了。俄罗斯现役航母就1艘独苗子，而美国有11艘，这就是压制性的。巡洋舰和驱逐舰相差了66艘，只有潜艇差别不大。美国374个海外军事部署遍布世界各地，真正做到了无国可敌的程度。一旦美俄大战爆发，北约成员国最起码有14个国家上阵帮忙，彼时的俄罗斯有什么呢？美国联合北约14国下场暴揍俄罗斯的话，我们会袖手旁观吗？要知道，在不动用核武器的情况下，俄联邦被美国搞得再度解体是很轻松的事情，特别是老美动武的下限，就是把俄罗斯打得半死不活，即便拥有能源都发展不起来。没有亲自下场分解俄罗斯，而是借苏联那一招，内部矛盾激发，让俄联邦成员主动独立。只有8个海外军事基地的俄罗斯只能说毫无还手之力。而且普京曾经直言，美俄大战爆发后，真正会帮助俄罗斯的只有3个国家。当然，手握核武器不用，任由老美殴打，不是俄罗斯的作风，前提是触犯了底线。还是那句话，俄罗斯都没有了，还要世界干嘛呢？当然，我国也绝对不会袖手旁观，破坏了中美俄的平衡，对谁都没有好处。为了更长远的发展，我们大概率会像朝鲜战争一样，帮助俄罗斯的。大国林立事件，少不了的就是缓冲区。要是俄罗斯远东地区被老美拿下，我们可就危险了。但话说回来，北约的英国、法国、德国都在美国背后助阵了，日本和韩国也就不会傻傻等待了。彼时可就不是简简单单的美俄大战，而是第3次世界大战了。愿世界和平。本期视频就说到这里，关注神秘科普院，神秘哥带你解锁大千世界。